我看过最多次的电影是《全面启动》，记得那个时候我被梦中梦的设定震撼到不行，想要去哪里就去哪里，还有重现过去啊，窥视他人内心。电影里面也有很多人宁愿就活在梦里，再也不醒来。这些当初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又令人着迷的故事呢，在我用过 Vision Pro 之后，觉得我们离那一天也不远了。Apple Vision Pro 是一台 AR 跟 VR 混合的眼镜装置，把它想象成一台电脑，但是任何空间都可以是你的大萤幕，而且是非常多个超大萤幕。VR 可以让你立刻进入另外一个空间，无论是上山或是下海，你也可以在这些绝美的风景下工作或是娱乐。然而呢，回到现实，这些美好的幻影都是用这一片萤幕几乎紧贴着我的眼睛而换来的，很容易因为 VR 世界太美好而忽略眼睛的健康。说到 Vision Pro 呢，其实这种虚拟实境的眼镜装置 Meta 早就出过了，像是 Quest 3啊或是 Quest Pro 之类的，而且忠实用户还不少。但是 Vision Pro 到底凭什么卖到 Quest 3的7倍价格之多呢？而且除此之外，在我实际用过之后，我相信这个 Vision Pro 绝对还不是一个完全体。它的 App 非常的少，然后它的系统虽然非常漂亮，可是功能也偏简单。虽然我觉得它的建设还不完全，但我觉得 Vision Pro 目前有2个很大的优势，就是眼球追踪的精准度，还有苹果生态圈的未来性。这个作为初代产品的 Vision Pro， 它一出场一定是要一鸣惊人，使用方式一定要有所突破。用过之后才发现，这个 Vision Pro 的眼球追踪度，它的精准度之高，就算是2个非常相近的按钮或是页面，你都可以很精准的点得到。这种操作方式让整个使用体验非常的精致优雅，因为你的视线看到哪边，你的手只要捏一下就是选择，然后手连抬都不用抬起来。因此大家可以想象 Vision Pro 它其实就是一台用眼球在滑的设备。就例如说我们手机是用手滑，然后电脑是用滑鼠滑，那 Vision Pro 就是用眼球滑，体验真的非常的未来感。那它的设计界面高级感更不用说，桌面浮在空中，还有各种视窗的通透感，在环境打开的状态下，真的会让人有一种摆脱物理空间束缚的感动。外加迪士尼最近还推出了一个 VR 眼镜专用的地板，让你可以在虚拟空间无限遨游，这样子以后房子就不用买太大。今天呢，就来跟大家聊聊我用过这台 Vision Pro 之后我的实际感受，像它重不重啊，带不带得久啊，还有可不可以拿来工作之类的。这10万块到底值不值得砸下去体验未来呢？那首先我想要讲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部分。第一个呢，就是虚拟实境。那在苹果的系统上面也称为环境，也就是 environment。那在桌面上面呢，其实就有一整页满满的环境可以让你选择，像是优胜美地啊、湖边啊、月球或者是其他的风景。那我个人最爱的就是这个高山景哦，超级美的。然后你也可以调整虚拟实境跟现实的比例，就是如果调到全满的话，就会很像你真的就在那个山上，地上的石头啊什么都超级清楚，然后就很想要去摸。另外呢，这个环境也有自带音效，让你更身临其境。那每个环境也可以切换早上或晚上。那晚上的话，我最喜欢的是月球环境，因为就可以看到地球还有满天的星星。另外，如果你下载 Disney Plus 的话，它里面还有更多的环境可以选择，像是迪士尼剧院啊，然后钢铁人的纽约全景、怪兽电力公司，还有最后一个是星际大战。这每一个我都可以在里面看很久，因为它真的非常多细节可以好好品味。如果可以一直带着 Vision Pro 不要拿下来的话，我真的可以待在环境里面一整天。那在这些环境当中呢，它就有点像是你的桌面，你就可以在里面直接使用你平常 Vision Pro 的功能，像是上网啊、回讯息啊、FaceTime 之类的。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想说，如果有人走过来跟你讲话，然后你看不到，不是很尴尬吗？所以它非常聪明的，就是当它侦测到有人脸的时候，不管这个人脸有没有对着你，它都会让那个人半透明的出现在你的环境里面，所以就是还蛮贴心的。那再来下一个是非常多人问到的，就是 Vision Pro 到底可不可以当成一个生产工具呢？毕竟它里面可是装了电脑用的 M2 晶片。那刚刚有说呢 ，Vision Pro 上面的 App 其实还不多，所以目前还没有办法完全的取代手机或电脑。当然，我相信之后很多 App 都会慢慢的补齐，而且现在也的确是已经有 Microsoft 365的 App 没错。但是我觉得 Vision Pro 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没有办法久代。那先说呢，我觉得 Vision Pro 在购买的时候，你一定要到他们店里购买，你的尺寸才会是最合的。因为我们这个是从美国直接寄过来，所以我们的尺寸多少会有点落差，所以我戴的情况可能不是最舒适的情况。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的脸颊会被压到，就是这边不管怎么调整都一定会被压。然后因为 Vision Pro 它还是有一点重量，所以不管怎样它都会有一点往下扯。那刚戴上的时候不会觉得不舒服，但是戴久了就会有挤压感。那皮肤有压痕，这到底是小事，因为时间过了就消掉了嘛。重点是事后呢，你的眼睛会感觉到压迫感，因为毕竟它就是一个荧幕非常近的贴着你的眼睛。那我目前已经连续使用了4天，每天大约1个小时，我就已经觉得我眼睛开始有点怪怪的，就是有一种眼压很高的感觉。然后网络上面有很多那种挑战戴一整天 Vision Pro 的那种影片啊，我觉得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个人觉得戴1个小时就是我的极限。然后因为它的关系，我现在每天晚上都要用蒸汽眼罩，不然我觉得久了眼睛真的会出事。然后也有人说可不可以躺着戴着它，答案是可以，但是我个人觉得应该对眼睛比较不好。那提到佩戴的环境呢，我觉得它也不太适合带出门，就是它这个东西是有点重的，如果你走路的话它就是会晃啊什么的，而且呢它其实戴久了你眼睛就是会很闷嘛，加上它其实是靠电池生存的，它的电池最多就是提供2个小时的电力，所以我觉得它真的非常不适合带出门。不过撇除伤眼的部分呢，我觉得 Vision Pro 它的娱乐性质还是极高的，就是目前下载游戏有几个都非常好玩，例如说音乐动作游戏啊，在虚拟实境那种沉浸式的体验，比起在手机上玩真的是完全不同的 level， 就有种维度升华的感觉。还有 3D 乐高直接悬空堆叠，看起来就很像真的出现在你的房间里的乐高一样。我觉得它可以开发的玩法真的超多的，未来也可以像哈利波特那样直接施展魔法之类。那除了游戏之外，像是追剧啊、阅读什么的，用起来都还蛮爽的，因为它的萤幕可以开到超大。那 Vision Pro 目前最爱的 App 是冥想，我知道听起来超怪的，但是它的冥想界面真的超美的。首先就是会出现一颗会呼吸的球，还有音效带着你调整你呼吸的频率。然后过一阵子之后呢，这颗球它的花瓣就会散开到你的4周。花瓣散开的那一瞬间，我就会全身起鸡皮疙瘩，因为真的很美，我还被美哭，然后就戴着眼镜不太能擦眼泪这样子。我觉得萤幕录影没有办法呈现它那个感动。而且它每一次的花球都是不同的颜色还有形状，我就会很想要收集不同版本的球，所以我现在戴上 Vision Pro 最期待的就是打开冥想 App。但是 3D 应用的部分呢， Vision Pro 还有 iPhone 15 Pro 系列都可以拍摄空间影片，像是你可以拍重要的节日啊，或是家人，在 Vision Pro 上面播放，真的有一种重现那个场景的感觉。以后如果再回来看的话，应该会很感动。不过讲到这边呢，你可能会想说 Vision Pro 一台要10几万呢，只有娱乐功能也太牵强了吧。所以如果它可以多人共用的话，不是感觉就比较划算吗？那我们都知道电脑上面可以设定多个使用者，他们可以有自己的设定啊，还有内容。那这一套感觉也可以放到 Vision Pro 上面吧，毕竟它也是用了电脑晶片啊。但是可惜它就是不行，而且我觉得很不合理，它没有办法多人共用，而且它一台只能登入1个 Apple ID， 非常的贼。那目前它唯一共用的方式就是 Vision Pro 的拥有者必须要打开访客模式，但是访客模式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它没有办法立刻非常精准的抓到访客的眼球动作，因为每个人的眼睛还有手都不一样嘛，那只要有一点落差，其实你在使用它的时候那个感觉就会差非常多。因为我刚才有说，就是你是在用眼球滑你的荧幕嘛，所以它只要有一点侦测不对的话，就会很难用。因此呢，每一次进到访客模式都要重设你的眼睛，所以这就有一点不方便。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对于第一次使用 Vision Pro 的访客不友善，因为进到 Vision Pro 之后的画面都是只有自己看得到，旁边的人根本就不知道你在看什么。但虽然说它的主人在设定访客模式的时候，可以选择要不要镜像投射到他的手机或电脑，但还是会觉得有点大费周章。我觉得应该要有一个针对访客的简易使用教学，不然有的时候访客一进去，他是看到全空的画面，他完全不知道怎么办。所以目前来说 ，Vision Pro 它是不太能共用的，就是要共用也可以，但是就有一点麻烦。然后访客顶多就是玩游戏啊、上网或是看影集，那就不能用自己的 Apple ID 进行一些更深度的体验。那既然 Vision Pro 也算是行动装置，里面也会有一些个人资料或私密资料，应该也要像手机有密码锁或 Face ID 之类的吧。那 Vision Pro 它非常特别的就是它是用眼睛解锁，它是用眼球识别加密码的方式帮它上锁。那当你眼球辨识失败的时候，你就必须要输入密码。所以拥有者戴上的时候，它解锁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因为等于就是不用解锁嘛。然后再来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这个 Vision Pro 为了要让使用者也可以使用 FaceTime， 他们发明了一个替身功能，长得超级怪的，就是当你带着这个 Vision Pro 跟别人通电话的时候，他们就会看到你的这个替身，非常猎奇。那我觉得蛮不错的设计呢，就是当你今天眼球 ID 没有通过的话，它就不会让你用这个替身。还有另外一个大家很常问到的就是它支援的语言哦。那因为
为现在 Vision Pro 只有美国开卖嘛，所以它目前只有支援英文，所以它是完全没有中文输入法跟键盘的。那在打字的时候呢，它会出现一个虚拟键盘，我觉得超级可爱。那你的确也可以用你的手指去按它，可是会不精准。用你的眼睛看键盘选字还比较快，因为我们刚才有说，其实 Vision Pro 它最主要的使用方式还是用眼球去点东西哦。另外，为了要加强这个输入方式，我觉得他们也有想要用语音辨识来加强。然后呢 ，Vision Pro 它也可以连接我们的 MacBook 来当做萤幕来使用，然后你就可以直接使用实体键盘还有滑鼠。那再来就要讲到价格的部分，它最低容量是256GB， 那售价是3499美金。那我目前觉得 Vision Pro 它并不会存到什么很大的档案，所以我觉得最低容量就够了。然后软体更新的话呢 ，Vision Pro 它有自己的系统叫做 Vision OS， 它跟我们的手机一样，就是会有不同的版本更新。所以在之后的开发者大会上面，应该也可以看到 Vision Pro 的最新功能，非常的期待。那因为我们是办公室买一台共用，所以如果你问我推不推荐买 Vision Pro 的话，我觉得体验这个空间感，还有这个全新的操作方式是值得的。因为那个开阔的虚拟空间真的会让你瞬间忘掉所有的压力跟烦恼。然后我也会每天很想要进去冥想，心情就会变得很好。不过呢，同时也要考虑到它其实是一个第一代的产品，所以它的很多建设都不完全，所以要说它到底实不实用呢，我觉得倒也还好，就目前还是娱乐性质偏多啦。就跟刚才我说的一样，就是如果你用一个100寸萤幕的价格来看它的话，好像就还好了，只不过是单人独享的萤幕就是，所以如果你是单身狗的话，就可以无脑购入。